催死呀！各位，这是一颗产自旧纪元西域的赤霞珠，历经76次液氮冷冻，32次恒温灌瓶，才得以流传至今。瑰宝，有生之年，我竟能亲眼所见如此瑰宝。它的存在背后是无数贤妻的心血与付出。我出30万，这是对历史的敬意。哼，30万，好意思出手？100万，这样的珍品，少1分都是亵渎。系统，你给老子干哪儿来了？废了一颗葡萄，疯成这样，这世界指定有点毛病。系统提示：这个世界水果灭绝已有100年，到现在存货越来越少，鲜度越来越低，人们对水果的渴望已近乎癫狂，而宿主可以通过系统获取到新鲜水果。小可，马上就到我们了，要不是我操作失误，导致它的水分流失，我们最后的希望冰封之泪怎知如此？我们江家怎么会沦落到这个地步？切，一颗缩水的苹果而已，也值得被你们当宝贝？下面这件拍品承载了一个家族100年的荣光与遗憾，它就是江家的传家之宝冰封之泪。怎么会？冰封之泪缩水了？这可是价值5000万的珍品啊！连传家宝都保管不好，看来江家是真的日薄西山了。我曾经见识过它的容颜，那是一颗顶级品相的法国吉娜，曾经它是多么的完美和灿烂。江老板，这就是你们江家的底盘，一颗流失水分的水果，简直乐子大了。诸位，即便岁月留下了痕迹，但它的基因序列完美无缺，它依旧是这个世界上仅存的最高贵的品种之一，是一段活着的历史。唉，一个有瑕疵的历史，价值就要大打折扣了。可惜，太可惜了。这颗法国基娜，它完美之时估价高达5000万，现在它带着这份残缺的美感，起拍价500万。可不是嘛，真不要脸！江家这次丢脸丢大发行了，差不多得了，再笑我爸就要嘎了，是时候让这些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开开眼了。1000万，给江家个体面，毕竟这玩意儿还能不能吃都是个问题啊！哪儿来的傻逼如此嚣张？系统开饭了。新手大礼包发放：猫山王榴莲完美成熟版乘2，声望值0，种植功能尚未开启，请宿主尽快获取声望，用以水果种植。我得把握机会，利用新手大礼包赚取更多的声望。您就是刘非凡刘总吧？久仰大名，我爸总说您是人傻钱多的活菩萨。今天我们江家的 KPI 就全靠您了，各位媒体朋友别急着走，今天免费送你们一个头条。唉，江家完了，我仿佛看到了当年的阿斗。他是不是不知道自己在干啥？边卖传家宝还有脸相，纨绔子弟，不孝子孙。大家看，这就是所谓价值千万的珍宝。哼，好戏要开始了。别让它落地，那是历史的眼泪。我的，它是我的，谁抢到，我赏他一辆车。逆子，你这是要我的命啊！江家100年基业全完了。好，真是好一出行为艺术，江大少有魄力。老江头，你儿子可比你这老古董有种多了，卖不出去就直接砸个响，高，实在是高。区区一个烂苹果，激动的跟见了野爹一样。唉，没见过世面。各位，一个有点脱水的苹果干，就让你们这么激动？那要是我请大家吃点新鲜的呢？此为何物？莫非是祥瑞？我的天啊，这是什么气味？拉出来了吗？100个厕所陈年的沼气池炸了！保安，他把排泄物带进来了，快把他抓起来！一坨类似流星球又像大便的东西，
散发着扑鼻的恶臭，与世无异。我明白了，这就是排泄物，而且是某种庞大的生物。一坨粪竟端上了餐桌，我猜测10岁勇者的屁股早已鲜血淋漓。江科，江家是破产到要拍卖自家茅坑了吗？带坨屎来力挽狂澜？不对劲，虽然巨臭，但我为什么有点控制不住想尝尝的冲动？我他妈的疯了！啊，就是这个味道，太香，太上头了。好臭！人才，江科，你他妈绝对是个人才！这坨屎的杀伤力比你本人大多了。呵呵，你们这群凡夫俗子，收敛你们的无知。这岂是臭？这是沉睡了100年的芬芳，是金钱独有的铜锈。这是什么味道？醇厚、霸道、层次分明，直击我的灵魂！不惜一切代价，把那个芬芳的源头带到我面前。苏小姐，您从未对任何事物如此失态呀！就算是上次那颗价值连城的黄金之果，您也只是多看了一眼呐。这股霸道的香。来了！审判人心的时刻，如之蜜糖，比之砒霜，让我看看今天谁会上天堂。现在，恭迎神界降临！住手！这可是令城最高档的拍卖行，不是九转大肠发布会。你快把这坨臭东西弄走！嘘，凡人的喧哗会亵渎神明。操！上头了！老子竟然可耻的想吃这坨屎！畜生啊！错不了，这股焚心蚀骨的香是刻在我灵魂里的味道。还要用刀？还要干什么？现场开席吗？我的天！快叫护卫队，这味道能直接把人送走。我不行了，我都快要吐血吐了。咦，这地狱般的恶臭里，怎么还藏着一丝天堂的甜？疯了！我一定是疯了！我竟然想尝尝这坨，它难道是神明拉的屎？就是它！不计代价，本小姐今天就要它！哇，这股霸道的香，一旦入魂，终生为奴，像是有一位黄金古神正在云端之上，对我伸出手。他吃了，他真的吃了那坨屎，将一坨屎置于口中。其身披甲，其味熏天，其肉如金。莫非这就是古籍里记载的失落的神之果实榴莲？神的恩赐岂能任由窥伺？此刻你们想被神道普照吗？呸！江哥，你管这叫神道普照？我看是给我们开的断头席吧！别玷污水果这个词了，水果清甜芬芳，又岂会如屎一般？插标卖首，我观其是茅厕里捞出来的陈年老货，如果不是，我直接吃屎。稍等一下，为什么这股飞翔般的味道一边令我作呕，一边又让我垂涎欲滴呢？天哪，难道这就是下贱吗？其身披甲，其味熏甜，其肉如金。
估计诚不我欺呀！神之果实居然真的存在！那不是灵感界的活化石金鼻子古大师吗？真的是古大师，经他穷逼亲手认证过的水果，哪怕是颗烂番茄，也能一飞冲天。郑少爷，老朽远奉100万，不求品鉴，但求一闻神果之芬芳，虽死无憾呐！天哪，古大师豪掷100万，只为文史一箱，真是天高道转，世道崩塌，一坨屎就能贵重如此？什么金鼻子？我看是他鼻子，真是闻名不如见面。年度头条有了，一代宗师为降折央，这标题不报我直播吃键盘。不至于，没毒，幸有老登识得此物，真是意外之喜。正好与他故弄玄虚，一唱一和，将氛围更上一层。区100万，不足道哉。神的恩赐是无价的，但你的虔诚可以换来一次品鉴他的机会。100万闻口屎味儿，这老家伙怕不是疯了？有毒，一定有毒！这表情，怕不是直接被送走了吧？100万买一张通往天堂的门票，这买卖值吗？怎么个事儿？这口屎直接被人吃臭了。这副回味的样子，莫非真有乾坤？久违的感觉，仿佛置身云端，令人垂泪。老朽自诩见闻识广，直到此刻才知是一叶障目，小小一般呐。主场是君临天下的霸道，再品是缠绵入骨的甘醇，最后竟是百花齐放的芬芳，茅厕般的芬芳。世上几位也莫过如此，神迹，这才是真正的神迹。疯了，古大师被屎噎疯了！不可能，这老家伙绝对是托。江克，你他妈花100万请他来演戏吗？奥斯卡都欠他一座小金人。他竟然真的拥有神之果实，我也想要被他普照。刘总，您看起来最需要神光沐浴，来尝尝，这是福报。老子死也不会吃屎！哎呀，暴殄天物呀！我豪掷千金，也不过一宿的圣物，你，哎呀，神主不识细糠。江先生，我家小姐有令，如此珍品，她志在必得。金苹果叶，那是令城第一豪门的象征，以此为族徽，是因为他家珍藏着一颗不弱于江家冰峰之类的顶级苹果，远非寻常苹果可比。顶级富士也不过区百万，绝非苹果中的珍品，而他家珍藏的那颗可是与冰峰之类齐名的存在。我们拼尽家资也难以收入囊中的平常苹果，在人家眼里也算不得什么。难道是那位从不轻易在人前露面的苏小姐？强家鼎盛时，或可相提并论，今时已不同往日而语。开个价，我要它。小姐，神明的恩赐既是金钱可以衡量的，他会选择自己的信徒。世间的规则就是交易，珍贵的神物要配得上它的价值。你开个价吧。苏小姐竟然要买那坨屎！这小子有阴谋。苏小姐这样的大人物，不会真的上当吧？这家伙故弄玄虚，还真被他搂草打兔子，敢争！哼，这小子吃了雄心豹子胆，连苏家都敢骗，活得不耐烦了吧？唉，看来是穷急眼了，够急跳墙。美丽而高贵的小姐，那就是一坨屎，您千万别上当！你算什么东西，也配对我家小姐指手画脚？
不敢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那真是一坨。你可以欺负江家家道中落，但你惹不起我苏家，如日中天。我的天，苏家大小姐竟然公开站队江科，莫非我们都看走眼了？这小子手里的当真不是凡物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看来江家还是有些底蕴的。哼，你们懂什么？井底之蛙。刘总，脸疼吗？这脸扇得不亏，长了教训，脑子才能清醒。财政司的张大人，他怎么来了？听说此处竟有榴莲。什么榴莲？榴莲是什么？什么是榴莲？你这傻逼，连榴莲都不知道了？小学课本上第一堂课那个神之果。什么？这东西竟然真的存在！天哪，还真见着神迹了！水果灭绝100年，竟真有榴莲存世。大人，是有榴莲，真的是榴莲，能吃的榴莲。小小令城，卧虎藏龙啊！奇形奇貌，还真是榴莲，我怎么就没反应过来呢？哇，这就是江家的底蕴吗？不容小觑。只是这江少爷太过心浮气躁，为一时意气之争开封榴莲，太蠢了。打开的榴莲价值将大打折扣，如果这是未开封状态，最少值1个亿。真是宰卖爷田不心疼，祖宗留下如此丰厚的遗产，都被这些不孝子孙作践了，难怪江家会没落。这上头的气味，有种置身茅厕却又饿得发疯的感觉，忍不住想要大快朵颐，以成其绵密。此处不同凡响，此臭之应天上有，人间哪能常几回？这如屎一般的浓臭，沁人心脾，令我茅塞顿开呀！完了，我被带偏了，以后上厕所总是忍不住怎么办？唉，此物与屎外形相似，气味相同，更为浓烈，当真难以区分。然则一贵一贱，不知其味如何，忍不住想浅尝一下，可惜囊中羞涩。买不起不要紧，去趟厕所也可满足。滚！这颗榴莲我要了，1个亿！1个亿！张大人竟然不嫌弃他已经开封，抛出如此高价。有了这1亿，咱家派是如枯苗得到了灌溉，看来又要崛起了。鼎盛时期的冰封之类也就5000万，这一举就赚回2个。直接卖掉这颗榴莲，就像是杀鸡取卵。如果我利用它借鸡生蛋，不断跟系统敲诈声望呢？哼，不卖。这小子的脑子是被600斤的屁股做了吗？如此不识时务。哼，这年轻人还是太蠢了。对于日薄西山的江家而言，这无异于是救命稻草。肃静，此事或许另有说法，待我上前一观。如此味道，这富有层次的醇香，竟有一丝焦糖似的奶香。再观其色，绵密细腻，如黄石，呸，黄油一般。鄙人曾在总督府老夫人寿宴上亲眼见证一枚金盏榴莲开封仪式，其色其味皆为珍品，却远不如眼前这枚。这不是普通的干扰榴莲，也不是金盏，这是凌驾于万国之上，传说中绝世罕见之猫山王。什么？猫山王？我只在最古老的文献里见过这个名字。哦，难怪他先前1个亿都不肯卖，原来不是普通榴莲。金针依然是瑰宝，这猫山王又该是什么级别的存在？我此生渺若浮游，今日竟有幸见今天，妈妈，我出息了，竟然是猫山王！难怪我的灵魂都因它颤抖。如能珍藏一方果肉，那将是何等的荣耀！姓张的这老登竟然也认得猫山王，不错不错，事态的发展对我越来越有利了。那正好以他为法，一战树立威望。张大人好眼力，
这的确是猫山王。此物多少钱你才肯忍痛割爱？不妨直说。哼，多少钱都不卖。什么？不卖？看到了吗？地主家的傻儿子，祖宗的福音送到嘴里你都不懂珍惜，我都替你着急。哦，送到嘴里，真是个好主意，谢谢提醒。他这个败家子，他哪来的脸敢吃榴莲？畜生！你以为你吃的是水果？你吃的是祖宗的江山啊！庶子不足与谋，家族败亡在即，祖宗尸骨为何？你历史之罪人！地主家的傻儿子又糟蹋水果，呸！糟蹋祖宗了！张大人，您别被这小子耍了，他就是想坐地起价。江科，过分了！这小子真是不知死活。我看江家这次要彻底完了。哎，为一时之气断送家族生路，糊涂啊！张大人，您别生气，这小子不知天高地厚，您给他天大的面子，他却拿您当猴耍，简直罪该万死。他到底想做什么？张大人动怒，整个历城都要抖三抖。张大人息怒，我观江先生并非鲁莽之辈，或许另有深意。哼。逆子，江少爷，你爹已经昏过去3回了。哎呀，玩大了，把老爹搭进去，可就真成逆子了。见好就收吧。张大人已开封的只能算吃食，美玉无瑕，只有最完美的榴莲才配得上它应有的价值。哦，倘若我还能拿出一颗呢？啊，什么？还有？还有榴莲？不好！快叫救护车！快给他心肺复苏！榴莲贵于千金，一颗便能左右一个家族的命运。江家真的可以拿出2颗？如此看来，所谓的家道中落，可能只是一种避世的假象。慧莲拿出2颗榴莲，还是传说中的猫山王，这是何等手笔！此事断不可妄言。我再问你一次，你当真有第2颗？你再掏出一坨石我气，再拿出一个榴莲出来，得问问我的门牙，他已经快被你笑掉了。你要是再能掏一颗，我当场认你做爹。哼，是吗？好儿子，看好了。多么完美的尖刺，多么闪耀的色泽，多么芬芳的果香！疯子，还把价值1个亿的孤品当成试吃装，一颗已被吃掉，那这最后一颗价值几何？打开的金枕头尚且值1亿，完整的猫山王，我不敢想。此奇珍至少价值3亿。不好，古大师的心率飙升到200，古大师撑住啊！扶起来，我还能继续。如此时刻，我绝不能缺席。大师别倦，再不缺席就开席了。有此而已，我何惧哉？道具，一定是道具！鱼目混珠，这小子玩上兵法了！滚开！有你什么事儿？别耽误老子瞻仰神迹！此地不宜久留，否则一人将有2爹，公司我这辈子将无颜见人。非凡哥，你干嘛去？你爸还在呢，你就要跑？久闻刘公子温良恭孝，莫非今日要做逆子？山虽死，名可垂烛火也。爹未走，子岂能退？名节，名节。绩效！他究竟还要给我多少惊喜？这品相，这气味，传奇，绝对的传奇！3个亿，我要了，现金全款打包。3后面是8个零，我数学不好，谁来打醒我？出手这颗榴莲，江家怕是要一飞冲天。哼，方才古大师断言，普通榴莲价值过亿，金枕可达2亿，猫山王视走无价，
多少钱出手都不为过。我江家以德行立天下，讲究一个脸面。古大师无心之言，如此珍馐，最少价值3亿。既如此，魔妃之间取其精，我手中这一颗猫山王便以3亿来论主。小有大度，当为豪杰。不过1颗榴莲我要卖2颗的价。江家，你好无耻！买卖讲究一手交钱一手交货，你1分要卖2分的钱，是强盗行径。在座的无不是有头有脸的人，先不说你卖不卖得出去，能不能走出去都成问题。荒口小儿之言，不知所谓。方才这位先生所言，诸位都是有身份的人，要讲道理，不会跟我江某人在此无理取闹吧？那是自然，但倘若你自绝生路，自封门户，那就是咎由自取。我们当然不会跟你胡搅蛮缠，始终是你自己厚颜无耻，大言不惭。哦，我以为诸位皆为豪杰，在此大堂之上必有高论，不曾想竟是一群愚昧无知、不明事理、不辨是非的鼠辈。你找死！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敢说我们是鼠辈？不知天高地厚，大家一起上，撕了他的嘴！别听他道来，说不出个所以然，他得死，江家得覆灭。我有一言，请诸位静听。今日必舌战群儒，秉定乾坤。倘若不能让在座的诸位自惭形秽，我江家的这颗猫山王便拱手相送于张大人，封文不取。堂上无戏言，倘若言之无物，只要信守承诺，交出榴莲，我也保你周全。好，作为买卖，你买我卖，讲究两情相悦。敢问诸位，从始至终，我有没有强迫诸位？没有。买卖之道，出价是我的义务，还价是你的权利。既无强买强卖，何谈强盗行为？觉得不值，你可以不买。我古道天一生行事，何其磊落，今日竟被一黄口小儿驳斥得哑口无言。罢了，罢了，诸位莫做困兽之论，丢人。好像是这么个道理。你管人家卖多少呢？你不买就行。人生就是如此，自以为志得意满，实际却咄咄逼人，惭愧，惭愧。这就是男子汉的英雄气概吗？过去好像从不曾见过。小看这小子了，略有谋略，但在我刘非凡面前不够看。你小子算盘打得这么精，但忽略了一点，你1颗榴莲卖2颗的价没问题，但得问问我们在座的英豪买不买你的账。走走走，大家都走，让他自己玩，别说6个亿、10个亿、20个亿，想卖多少都行。哎呀，略有不妙，莫非又要做跳梁小丑，为这小子把控全场了？走呀，赶紧走，多留1秒都是对智商的侮辱啊！废得最凶的那条，请肃静。你峰回路转，逻辑清晰，此子恐怖如斯，区区在临城这弹丸之地，实属埋没人才。倘若将来引荐给府台大人，拥有更广阔的空间，成就不可限量啊！好，我张某人不是占人便宜的小人。猫山王本就无价，说6亿不多，3亿也不少，天下没有一口价的买卖。4个亿，我要了。4个亿，我给我奶奶上坟都没见过这么多。有人看海，有人被爱，有人被金钱迷失，到现在。4个亿，不要眼红，不要羡慕，只要好好努力，将来也赚不了这笔钱。这笔钱足以令江家咸鱼翻身。小子，现在你总该见好就收了吧？小弟弟，姐姐已经被你震惊到体无完肤了，你该不会再搞什么幺蛾子吧？此时此刻，我虽引起了巨大轰动，却并未收到系统的声望奖励，这说明虽引起震惊，却未折服众人。想要收获声望，还需更进一步。大哥，莫非你又要搞事？你猜对了。什么？你小子究竟要搞什么？这么折腾下去，对你有什么好处？我知道，这小子是在哗众取宠，破鼓单个响名声，不求财只求气。为了装逼，无所不用其极。我想不出如此招摇过市，对江家有什么好处？典型的输人不输阵，家族可以灭亡，但这败家子儿要出尽风头，要扬名立万。刘公子言之有理，但我看此事另有蹊跷。我有直觉，此子气势不凡，胸有锐气，可能别有所图。
正可谓棋逢对手，将遇良才。古大师懂我者也。6个亿，少1分都不行。小子，你好硬的口气！4.5个亿，7个亿，5个亿，8个亿。这小子疯了，他不活了吗？除了找死，这还能是什么？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自投罗网。6亿就6亿，不能再多了。我自己吃。成交。爽快。此寮利欲熏心，不择手段。张大人跟他讲什么道义？棍棒相加，通打出去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直接据为己有，岂不痛快？大人，动手吧，只需你一声令下，顷刻之间便将江家击鼓出名。小子，连我都敢耍！天下大争，争于实力。你让我张某人顶天立地的汉子，在天下英雄面前巧取豪夺，岂不为人耻笑？好险，赌对了。好险，成功了！我张某人一生喜爱英雄，江家小子，你这脾气很对我脾胃。不过好钢一折，倘若换做他人，不一定会有好下场。往后要谨言慎行，收敛一点。张大人教诲，将刻铭记于心。一卷长书，荡气回肠；人尽天时，心尽力。3尺功名如雷贯耳，今朝在即，面有光。张大人，承让。你无需挂怀。茅山王既是无价之宝，8个亿于我而言也不一定亏，反而抬高我对其的敬意。大人高义。小子，你别得意，你不会每次都这么好运，我不服。闭嘴，你这蠢货！好像哪里不太对。哎呀呀，我明白了，如梦初醒了，全程都在这小子的掌控之中，被他拿捏得死死的。如此说来，在场的无数英豪阴沟里翻了船，上了一个年轻人的当了。阴谋算计，他一直在引导我们往他的节奏里去。我们在极无境的牵引下，挖了个坑把自己埋了。阳谋，这是昭然若揭的阳谋，令我等哑口无言，无所适从。这早已超越计谋，此为韬略，安邦定国的韬略。此子恐怖如斯生子如柯，不负卿也。江家有如此麒麟子，何愁不会再度兴旺？这哪里是拍卖，这分明是一场豪赌。他赢麻了，一颗猫山王卖了8亿，自己还白吃了一个。这他妈哪是外家子，这是运筹帷幄的诸葛亮啊！未见山海，不明真章，抬头望月，才知井底之蛙。在江公子皓月之下，我等竟如萤火一般渺小。此子封藏鞘中，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。好大的手笔，好深的城府，一颗猫山王为饵，调动全城风雨。检测到宿主行为引发剧烈认知颠簸，声望值加100，加200，加500，声望值累计达到1万。新手任务完成，初级种植功能已开启。奖励神之土壤乘1，香蕉幼苗乘10，完美香蕉乘5。我靠，终于来奖励了，品品咸淡。完美香蕉幼苗可在系统空间内瞬间催生10株高产香蕉树，是否立刻播种？播种。生成香蕉树乘10。这么多声望才勉强够开花，看来想要收取果实，还需更加努力。苏小姐屡次为我解围，江某不是小气的人，不如就借此机会送苏小姐一件回礼。不知江公子所送何物，我能否坦然受之？这小子耍小聪明，尝到点甜头，真以为自己无所不能了？这个语气很暧昧，真的过分。看来江家刚崛起就要衰落了。成也萧何，败也萧何。这是你咎由自取。苏小姐天作一般的人，岂是你能觊觎？哦，我哪句话轻薄了苏小姐？
岂不闻南莒北至？好端端的事情，搁在你这种人的心头，竟成了龌龊。我将靠知恩图报，赠你家人，怎么把你晾在一边，嫉妒了？你好一个伶牙俐齿，颠倒黑白！承让，苏小姐，我有一物，保管令你心花怒放。什么？你瞧他身上还能装得下什么东西？2个榴莲我都怀疑是变戏法来的。待会儿拿不出来，这刚挣回来的脸面算是丢尽了。年轻人还是太狂了，不懂见好就收，迟早要为自己的狂悖付出代价。如此做派，江家注定昙花一现。好东西，绝对的好东西。此物形似弯月，气若惊鸿，持之昂首，风外张扬。以硬度来论价值，其形越壮，其姿越伟，其色越黄，越为珍贵。哎呀，说这种不要脸的话，江公子是被驴啃了吧？光天化日，口无遮拦。此物不可名状，以奇特的芬芳令女子惊喜。羞死个人了，所言不无道理。言语轻浮，看来天下男人都一样，见到美女就走不动道。一分坚铁，一分贵重，取下后芬芳四溢。什么？这玩意儿还能取下来？取下来还能活吗？这些人怎么了？不摘下来，难道烂在树上了？不瞒各位，我江家有的是实力，我每天都得来上几根儿。那好吃吗？好吃，其味芬芳，无与伦比。没想到江公子竟有断袖之癖！快把江老爷子扶过来！江家文风何在啊？没想到江公子看着文质彬彬，也要受那夸奖之辱。哎呀，江公子，哎呀，原来你好这口啊！人家好喜欢，永远都支持你哦。敢问江公子吃带皮的还是剥皮的？带皮怎么吃啊？剥皮才痛快。江公子还是注意安全，还望洁身自好。原本还担心他轻薄于我，原来是自作多情。这些人怎么语无伦次的？陆小姐，我送你的，保证又大又粗又黄。大不大不知道，反正是够黄的，真不要脸。江公子果然风趣风流，就是不知下一秒会不会当众脱了一验真伪。江公子看着斯斯文文，内心怎么这么……不会吧？这些人怎么理解歪了？死当仆！这位大姐，你想歪了。我说的这东西是树上长的，不是你以为长在肉上的那种。什么？还跟肉有关？就知道你小子思想龌龊。真下流，让人家有那么一点点喜欢。肃静，都给我肃静！不是你们想的那样啊！这都是你们逼我的。看来只有庐山真容才能洗刷我的清白了。我走。不忍直视，不忍直视！呀！它在发光，还会拐弯，是否会旋转？尚待求证。这难道是传说中这立秋迷香世所罕见的给香蕉是香蕉。我闻到了，就是那股清甜的香气。北冥有胶，其名为香。我今天算是见识了，我感到了一丝焦虑。这么粗一根，你不怕噎着吗？可远观而不可亵渎，这可是香蕉，要放在琉璃罩中，搁在博物馆展览的。此蕉专为佳人而生，它的品种名为美人蕉。此香如新月出云，多一分则肥，少一分则瘦，鬼斧神工，简直是艺术品。从色泽上看，通体明黄，无一丝斑驳，说明其生长环境与采摘时机都达到了极致的完美。江公子，是否意味着江家继茂山王之后，又掌握了一种足以颠覆市场的新式水果？北方有佳人，一世而独立，此蕉配佳人，相得益彰。江公子厚赠，苏青快领了。
苏小姐，您这是军用级别的恒温箱吗？这根香蕉的估值是否已经超过了1000万？江公子一掷千金赠佳人，苏小姐，您认为这根美人蕉代表了什么？是友谊，还是更进一步的可能？天哪，这香蕉竟然没有一个斑点，坚挺如丝。从生物学角度，这种完美的色泽和形态代表了最优的基因和生长环境，是蕉中之王。爸爸，我要这个，立刻马上，不管多少钱。检测到宿主行为引发全网轰动，声望值累计达到5万，初级种植功能升级，香蕉树已结果。奖励：神之土壤乘2，西瓜种子乘20，桃子种子乘20，完美西瓜乘10，完美桃子乘10。请问是否种植？种子全部种下。声望还是不够，西瓜和桃子只够发芽，还得想招啊！完了，全完了！爸，什么完了？我们刚进账8个亿不是吗？小哥，这8个亿不是财富，是催命符，你懂不懂？过去我们江家虽有冰封之泪，但日薄西山无人觊觎。如今你石破天惊，等于把一块流油的肥肉扔进了饿狼群里。看到了吗？他们等不及了，这是鸿门宴。鸿门宴，好啊，我倒要看看是项庄舞剑，还是我江科先出。爸，示弱是换不来苟且偷生的。他们想吃肉，我怕他们没那么好的牙口。你疯了？那是龙潭虎穴。龙潭虎穴？不，那是我的狩猎场。这个世界只有站在食物链顶端，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。你拿什么去跟他们斗？秘密。对了，这次去我会带上3件兵器。兵器？足以让所有男人羡慕、嫉妒、恨的兵器。疯了，江哥彻底疯了，花300万请3个花瓶。这是准备去品鉴会选妃吗？江北豪门会让他死得很难看。哎呀，果然是暴发户，刚有俩糟钱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。江家要完。小姐，江公子此举实在是令人费解，外界都盛传他妄行得意，胡作非为。胡闹吗？不对，从拍卖会来看，他的每一步癫狂之举背后都有着精密的算计。这次他到底想做什么？派人盯着，我总觉得江北要有一场好戏看了。李会长、王董，传闻这次品鉴会你们带来了各自的镇族之宝，不过是些旧时代的遗物，供大家一同追忆往昔罢了。我这颗紫玉葡萄，不过是给江北的同道们长长眼。江公子，您这是？传闻您花300万日薪招聘3位美人，原来是真的。可是江公子，今天是真国品鉴会，您的展品呢？哼，我还当他是什么奇才，原来只是个钱烧得慌的纨绔子弟，都火烧眉毛了，他竟然带着女人来游山玩水，离谱，实在离谱！什么纨绔？纨绔见了他都得叫爷爷。哼，展品，急什么呀？先让我的美女们亮个相。头条，绝对的头条！江公子不带真果，反带佳人，这是要干什么？他懂新闻，他太懂了。不管他今天要干什么，光是这个出场就赢了80%。我的天，光这盒子就价值连城，这寒气能锁住果子最后一丝仙气。这哪是水果，这分明是件珍宝！瞧瞧这排场，王者气派。唉。江家刚有点起色，就要被这小子挥霍一空了。哼，带3个戏子来真果会，暴发户的审美也就这样了。今天李会长他们会让他知道什么叫底蕴。此举看似惊世骇俗，实则惊世骇俗的蠢，毫无章法，自取其辱啊！哟，
这不是靠着一颗野果子发了横财的江大少吗？怎么没见过世面？今天来我们这儿开眼呢？江少哪是来开眼的，分明是来给他这几位展品炒个地台走秀嘛。毕竟一夜暴富，总得找地方把钱烧出个响来。烧钱？李公子，你这话格局小了。你们以为苹果品的只是果？唉，可笑可叹。尔等以金为毒，以玉为匣，却不知何为买椟还珠。你说什么？真正的真果，品的是意境，是风囊，是天人合一。此为风，微风拂面，沁人心脾；此为花，人面桃花，相映成趣；此为雪，冰肌玉骨，纤尘不染。我这三位不是花椒，更不是展品，他们是我品鉴无上真果时必不可少的仪仗。仪仗？真是长见识了，这他妈比我给我奶奶上坟烧报纸还能整活啊！简直是把风月场搬到了雅桌上，污了眼，更污了这满堂的真果仙气。我还当他得了奇遇，要重振门楣，原来是烂泥扶不上墙。刚有俩钱，就只知道往女人身上砸，这等品味，俗。哼，江科，你把这里当成什么地方了？这里是品鉴传世真果的雅堂，不是你寻花问柳的窑子。带3个空篮子的女人来，是想让我们家的珍品给你这几个女人当开胃点心吗？你配吗？太难看了，这是自取其辱。我看这叫原形毕露，江家不可能拿出像样的水果，只能用女人哗众取宠。我用脚趾头在地上抠出来的3室一厅，都比他的脸皮厚。完了，这下彻底成全城笑柄了。说得好，说得太好了。你笑什么？疯了！江科，莫非你是觉得羞辱的还不够，想在这里撒泼打滚不成？哼，我笑尔等坐井观天，却犹不自知。王公子，你刚才问我配吗？这个问题问得好，但你问错了对象。你不该问我配不配，而是该问问你们自己，你们的这些凡品配不配入我这风花雪的仪仗？我没听错吧？他说人家的镇族之宝是凡品，狂妄无知！他以为他是谁？听我老子吗？好一个伶牙俐齿的庶子！我倒要看看，我这颗沐浴了100年月华的紫玉葡萄如何就不配了。哼，我这1000年寒玉里封存的真果，又如何成了凡品？哼，夏虫不可语冰，凡人岂知圣境？品鉴之道共分3境，第1境品其形，尝其味。尔等以金为毒，以玉为匣，不过是满足口腹之欲的最低层次。说白了，就是猪八戒吃人参果，囫囵吞枣，俗不可耐。第2境，品其韵，见其形，以天地为席，以风雅为佐。而第3境，风起可清心，花开能悦目，雪落以静神，风花雪缺一不可，这才叫品鉴。你们却只看到了女人。我的妈，这逼装的，我也称之为绝世经典。我们笑他俗，他笑我们不懂风雅。他把低俗说成了仪式感，把荒唐变成了境界。小姐，此人行事乖张，不堪入目。所有人都携果赴宴，唯独他像是来逛自家后花园，要么是蠢到极致的傻瓜，要么就是自信到极致的猎人。哼，有趣。好一个风花雪！江公子，你重新定义了雅致，也重新定义了脸皮。哼，既然是品鉴会，那就该有品鉴的样子。光说不练，假把式。此乃我李家镇族之宝，寒玉血魄。历经3代人悉心养护，其内蕴含的仙气，多一分则烈，少一分则枯。天哪，这就是传说中的血魄梨，这才是底蕴。江家那小子靠嘴皮子，王家靠的是传世的硬实力。真正的珍品是自信的，是无惧岁月流逝的。罗马红宝石是传说中产自救济园东瀛的罗马红宝石葡萄。这已经不是水果了，
这是天地孕育的紫玉，是艺术。一颗就价值100万，这一串我不敢想。我这紫玉葡萄无需任何外物衬托，它本身就是光。江公子，你的风花雪在这绝对的实力面前还敢言勇吗？怎么不说话了？你的仪仗队呢？快让他们出来走2步，给我们助助兴啊！江少爷，这等凡品是不是污了你的眼，让你连话都说不出来了？怎么，江公子是词穷了，要让你的花瓶来替你出丑？这位先生，出丑的恐怕不是我。小女李清雪，1级榛果鉴定师，兼任令城大学植物基因溯源学首席教授。李清雪，那个1年只公开发表1篇论文，但每篇都能颠覆行业的学界大魔王。我的个乖乖，江公子这是请了个祖宗来当仪仗啊！不可能！李教授性格孤高，怎么会？这颗雪珀梨学名 Crystal Frost Paris， 确实是救济园北境的珍稀品种，只可惜你们的恒温技术有 0.03 度的致命偏差，导致它的细胞壁产生了不可逆的微观晶化，外表看似完美，实则金玉其外，败絮其中。它的营养价值连一颗新鲜的萝卜都不如。综上所述，此物只是一件制作相对精美的植物标本。植物标本这4个字比当众扇他100个耳光还狠。我以为是鉴宝，结果是打假现场。这才是降维打击！你们还在比谁的果子牛逼，人家直接告诉你，你那玩意儿连果子都算不上。好嘛，这是真狠呐！直接把李家的脸皮撕下来，撇地上秃噜呀！小姐，这有趣，原来这风花雪是3把不见血的刀。王家的紫玉葡萄以100年秘法保存闻名，固若金汤，无懈可击。你如何破局？哦，原来是他。原来如此。小姐，他要怎么破局啊？静待即可。好一个金玉其外，败絮其中。李老弟，你那是没本事留不住仙气，被说成标本不冤。但我这串紫玉葡萄不同，我王家耗时100年，历经上百道秘法工序，追求的就不是那一口鲜味儿，我们是在对抗时间，是在保存历史。它的价值在于它历经100年，依旧保持着被采摘那一刻的形态，这叫永恒。你们懂什么叫永恒吗？没错，李教授，你那套理论只适用于凡品。我家的紫玉葡萄是文物，是艺术品。好像是这个道理。木乃伊的价值也不是因为它新鲜啊。黄董高见，这才是真正的底蕴，是格局。江公子，你的第2位仪仗是不是也要来挑挑刺儿啊？正有此意。怎么，这位难道是历史学家，要来给我们考证这葡萄的年份吗？怎么，你难道要隔空给葡萄算一卦吗？啊，装神弄鬼！看不懂，完全看不懂江公子的操作。故弄玄虚。王董的紫玉葡萄完美无瑕，我看他能闻出个什么花来。保鲜工序103道，其中72道是为了锁住形态，31道是为了固化色泽，可惜味同嚼蜡。你血口喷人！你连碰都没碰，闻了一下就敢在此胡言乱语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妖言惑众！来人，把这个江湖骗子给我轰出去！特级品鉴师赵鑫，闻果识果是我吃饭的本事。这只鼻子有金鼻子认证，他就是金鼻子赵鑫，传说他的鼻子投保了1个亿。赵鑫，那个在直播间里生吃虫子，只为体验原始果香的疯女人。我的天，那个常年一身冲锋衣，在亚马逊待了10年的水果猎人，他化了妆，我差点没认出来。我关注他5年了，他说这葡萄味同嚼蜡，就算拿去喂猪，猪都得嫌它没味儿。够了！你这根搅屎棍！纵然你说的天花乱坠，请来2个所谓的专家，又能如何？这里是真果品鉴会，品的是果，你一件展品都拿不出来，就是来砸场子的。对啊，光说不练假把式，他的果子呢？
我还以为他有什么后手，原来就是侮辱人的，真是小人行径。保安，把他给我轰出去！我们江北的雅集不欢迎这种哗众取宠的小丑。唉，本来想跟你们论道，奈何你们非要逼我用实力说话。谁说我没带水果？真要如此吗？江某的生死存亡，全系小姐一身。这么长！何等伤风败俗，何等行为狂悖！赶下去，快把他赶下去！我们百年经营的雅集，竟被这混账如此玷污！你真是没眼看，太下流了！且慢，江公子当真傲视群雄，若是打坏了，当真是我等姐妹的损失呢。够了吗？够了。这弧度是完美的黄金分割，这色泽均匀明亮，没有一丝斑驳，是鲜甜如丝。它的细胞壁结构竟然毫无塌陷，鲜度是100%，这是生物学上的奇迹。纯粹，太纯粹了！我闻过亚马逊雨林里上千种奇香，没有一种能比得上它1/1000的浓郁纯正。这根香蕉雄风耸立，光芒万丈。哎呀，真是让人家心头小鹿乱撞呢。姐姐莫要失态，如此雄壮之物，我等凡夫只可远观。哎呀，坚挺如丝，香味浓郁。小姐，他怎么能当众拿出这种？这家伙真是不按常理出牌，满园真果，他偏偏拿出这么个东西来应战。唉，我也不想的呀，谁让我现在就属香蕉多的吃不完呢？我还以为是什么神物，搞了半天是一根香蕉。江可，你是在羞辱我们所有人的品味吗？香蕉也配叫真果？一个香蕉而已，我家后花园的猴子都吃腻了。诸位可知，水果的珍稀度除了品种，更在于其保鲜的难度。旧纪元古果考记载，蕉类水果1日色变，3日质变，5日则坏，且对低温敏感，冷藏反而会冻伤，导致果皮冻伤，果肉软烂。而这一根完美无瑕，鲜度100%，好像刚刚从树上摘下，能将它以如此完美的状态保存至今，其背后所代表的技术与心血，价值至少2000万。这光泽，通体金黄，却无一个糖斑，这种状态只存在于采摘后15分钟内的黄金时段。这弧度，这硬度，我花300万买的跑车模型都没这么挺。它好像在发光。2000万，你张口就来，当这里是菜市场随便喊价吗？天哪，那不是王家的王语嫣小姐吗？哪个王家？难道是那个富可敌国、家里有矿的王家？王语嫣博士，您是古果文化史的作者，王语嫣博士。他那本书我排队签售都没买到。我的天，日薪100万，请来了古果史学界的泰山北斗。我好像已经闻到他甜糯的果香了，隔着这么远，这怎么可能？从猫山王到这美人蕉，江家一定掌握着我们无法想象的保鲜技术。我傻了，我只在古书的插画里见过这么坚挺的香蕉，市面上展览的都是切片呐。连鉴别的糟心都闻得如此入罪，这香味得有多上头，好想现场闻一闻啊！王语嫣博士都亲自认证了，这根香蕉的价值毋庸置疑。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，江家这是要逆天呐！技术笑话，就算它值2000万又如何？一根香蕉而已，论出身，论历史，论品级，他给我这韩愈血魄提鞋都不配。没错，我们这是艺术，是历史的沉淀。唉，你们在说什么？正好有点饿了。哦，他吃了，2000万就这么一口吃了。如此品相完美的香蕉，应该供奉于庙堂，而不是葬身于唇齿。我裂开了，我上班路上买根5块钱的烤肠都得琢磨一下，他2000万的香蕉说吃就吃。
这一口下去，一套方没了。什么叫甚好？这才叫甚好！前面的都闭嘴！他是在用吞噬金钱的方式讽刺这个拜金的世界。赠品会上吃香蕉，他可是真能做呢。你把它吃了，江科，那是展品。你吃完了，拿什么来参展？拿你吃剩的香蕉皮吗？我就说他是个哗众取宠的小丑。谁说我没有展品了？3根，又3根！他到底有多少根香蕉？他竟如此能装！他的裤兜是4次元空间吗？我收回刚才的话，他不是能装，他是真的能装。这已经不是有钱没钱的问题了，江家绝对掌握着我们无法想象的资源。江公子真是深藏不露，内有乾坤呢。数量多就了不起吗？哗众取宠。没错，香蕉终究是香蕉，市井俗物。我这血魄，王董这紫玉，代表的是100年传承的底蕴。你这香蕉也配与日月争辉？你就算再吃3根香蕉，也改变不了什么。哼，谁说我要吃了？此物赠与家人，方显其价。多谢江公子，完美的细胞活性是生命科学的奇迹，我会将它带回实验室，作为1号样本永久封存。百果之香，皆有其香，我有此胶之香，能入魂魄。多谢江公子，让我寻到了这世间最纯粹的果香。救济园的绝品是逝去时代的绝唱，如此品相已非食粮，而是文明的见证。当以待国宝之礼敬之。这比进博物馆还隆重啊！我错了，我不该想吃它，我不配。你们看到了吗？尔等以金玉为器，不过是匹夫炫富，是为俗；我以人为仪，以学识为镜，以虔诚为礼，这才叫雅。你们的果子再贵，在你们手里也只是个摆设，而我这香蕉在他们手中是科学，是艺术，是历史。万没想到，我江北竟有这等人才，高啊！我悟了，我们品的不是果，我们品的是境界啊！我们才是猪八戒吃人参果，囫囵吞枣，俗不可耐。江公子不光资本雄厚，连品味也如此高雅，真想与他深入交流，领略其过人风采。歪理，全是歪理！岂有此理！简直岂有此理！以俗为刃，破雅之盾。把明叔叫过来。小姐，一旦叫来明总管，我们的立场……有趣的人总要配上更有趣的见面方式。他不是喜欢仪仗吗？那我就给他一个毕生难忘的仪仗。可是小姐，你和周公子有婚约呀。那又如何？退婚便是。偷换概念，你这不过是靠着几个专家的名头，强行抬高一根香蕉的价值。哼！几根香蕉，就算价值1000万又如何？我王家珍宝阁内奇珍异果何止100件。哼！年轻人，不要以为靠些小聪明就能在江北立足。底蕴是传承，是硬实力。你父无能，守不住祖业，靠着变卖冰封之泪苟延残喘。你江家气数已尽。这话没错，江家的生意早就被蚕食的差不多了。看来他真是把最后的家底儿都掏出来赌这一把了。靠这几根香蕉无法拯救江家。江科，你若还有底牌，现在就拿出来，否则就承认你江家已经山穷水尽。江公子，局势对你不利，我王家愿助你一臂之力。王小姐好意，江某心领了。只是我江家蒸蒸日上，何须他人之助？蒸蒸日上，靠你这几根香蕉吗？鲜果而已，我江家有的是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把军用运输队叫来了吗？每一个箱子都比我家的保险柜还大。搞什么鬼？用无人机送快递？我靠，这是什么排场？电影特效都没这么夸张。这出场方式，江公子是把最活算的女儿给抛了吗？噱头肯定是空箱子，我不信他还能变出花来。江科，你搞什么鬼？
有本事把箱子打开，让我们看看里面装的是不是石头。江家什么底细我一清二楚，江海那废物根本守不住家业，我看你小子能玩出什么花样。正好让他把所有底牌都亮出来，这香蕉和榴莲的保鲜之法，江家，不配拥有。就知道你们两条猎狗没安好心，但本公子自有良策。江科，不管你这箱子里面装了什么，数量在真正的品质面前一文不值。我王家追求的是，满一箱子，全是那种完美品相的美人蕉。我瞎了，我看到了什么？香蕉山吗？他把香蕉当大白菜一样装。王董，刚才风大我没听清，您想说什么来着？那是一挂，一个就值2000万，这一挂，你妈我数学不好，谁他妈来帮我算算？那净赠率，天哪，这个保鲜度，这个数量，江家的底蕴已经不是我们能想象的了。这哪是瘦死的骆驼呀，这是沉睡的巨龙。王李两家的水果，在这一挂面前，简直黯然失色呀！一挂香蕉而已，就算有上百根，撑死20亿，跟我们怎么比？哦，这个香味，吸上一口，我这辈子也值了。满天金光，全是成群结队的香蕉。这哪是水果，这是10座金山啊！检测到宿主行为引发全网颠覆性认知，声望值累计达到50万，终极种植功能升级，西瓜、桃子已成熟。奖励：神之土壤乘8，荔枝种子乘20，苹果种子乘20，椰子种子乘20，樱桃种子乘20。奖励：完美荔枝乘20，完美苹果乘20，完美椰子乘20。完美樱桃乘20。至此，本公子才算得上是真正的财大气粗。王董、李会长，香蕉只是开胃菜，现在谁想尝尝主菜？江家不是日薄西山，而是蛰伏，等待着一鸣惊人。一人之力压得整个江北豪门抬不起头，这是何等气魄呀！我怀疑江家早就跟低度的顶级家族搭上线了，不然哪来的这种生物和约束能力？这哪里是暴发户，这分明是潜龙出幽案！够了，江科，你不要以为用这些市井之物堆砌数量就能混淆视听。品鉴会品的是一个真字，何为真？珍稀罕见，你这漫天金光不过是金玉其外，俗不可耐。我宣布，江科所携之物不符真知主题，取消其品鉴资格。我等将联合江北所有同仁，将其从江北豪门之列彻底除名。什么？这是输不起了，直接掀桌子改规则啊！太无耻了！睁着眼睛说瞎话，这还不算珍惜？王董说的有道理，物以稀为贵，它是个批发市场一样，算什么正题？这招太毒了！一旦被除名，江家在江北所有的生意都会被联合抵制，银行断贷，渠道封死，这是要彻底斩断江家后路啊！图穷匕现，吃相难看啊！江科，就算你有座金山，我们不让你卖，它就是一堆垃圾。王董、李会长，除名一事恐怕要从长计议。江公子可不是你们想动就能动的，江家的未来更不是你们有资格评判的。三位小姐，这是何意？江家所掌握的生物保鲜技术，是足以改写整个植物学界的奇迹。我已上报家族与校董会，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与江家展开深度战略合作。我穷尽一生追寻世间极致的果香，而江公子拥有源头。我代表国际品鉴师协会，授予江公子最高荣誉理事身份，并邀请他共同建立全球顶尖鲜果供应链。我王家别的没有，就是钱多。我将以个人名义注资江家1000亿，并调动我王家在江北的所有资源，全力扶持江家。哦，对了，不合作的公司会被我买下哦。我看到了什么？3大学界、业界、财界的女神公然下场为他站台。这不是站台，这是结盟，最顶尖的技术，最顶级的品味，最恐怖的财力。李王两家想孤立江科，
结果直接逼出了一个庞然大物。江公子来改变规则的，原来这才是风花雪一仗正确的用法。哼，承让。他以一人之力对抗江北的旧势力，还游刃有余。这已经不是计谋，这是阳谋下的绝对实力。别人玩的是水果，他玩的是人心，够野够疯，我喜欢。原来这就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。轰出去，把他给我轰出去！输不起了，王家和李家这是彻底不要脸了。江公子被围了，这见到他也打不过几十个保安吧？我好紧张，这比我爹打我都刺激。江科，现在带着你的香蕉滚出我的地盘儿！明总管，不知明总管大驾有失远迎。您老怎么亲自来了？江公子，我家小姐问您好仪仗，特遣老朽为您开道。这老头谁啊？王董和李会长跟他打招呼，他理都不理，谱也太大了。你不要命了？那是明总管，江北总督府的明总管。穆家对王董、李会长视若无睹，竟对江公子毕恭毕敬。我的个乖乖，这江公子到底是什么来头？难道他的后台是穆家？难怪他敢如此行事，原来不是狂妄，是胸有成竹啊！江公子，这个排场还满意吗？有心了，不过主菜刚上，甜点还没吃呢。哦，那我就再等等你的惊喜。荔枝的基因序列在旧纪元末期就已彻底断绝，我们的标本库里连一个完整的细胞结构都找不到。他的口袋到底是什么构造？荔枝，古国考里记载，保鲜期不过1日的传说之果。一骑红尘妃子笑，无人知是荔枝来。我竟然亲眼见到了！假的，这一定是假的！红绿相间，表皮凸起，这是荔枝啊！住手！如此珍品，我动不得，我不配。爹，他不过是拿出了荔枝，你何必长他人威风，灭自己志气啊？闭嘴！江公子，是我有眼无珠，冲撞了您，我向您道歉。江公子，此物固然是传说之果，江公子有心了，只是我家小姐见惯了奇珍异宝，怕是入不了她的眼。明总管所言极是，江科，你以为拿点稀罕物就能攀上穆家的高枝儿？真是趋炎附势，可笑至极。是啊，穆小姐是什么身份？纵是荔枝，于她而言也不过如此。这江公子马屁拍到马腿上。穆小姐乃天生神女，岂会？谁说我不稀罕？增城挂绿，旧纪元时，阳城拍卖会上一颗便价值55万，如今颗颗皆是无价之宝。江公子，你当真要送我？增城挂绿，我只在历史博物馆的3D 影像里见过。天哪，旧纪元尚且55万一颗，这篮子里少说也有几百亿了吧？完了，这已经不是水果了，这是通我穆家的门票啊！增城挂绿，怎么可能？这不可能呀！光速打脸，王董刚说人家看不上，正主就冲下来亲自认证了。王董的脸都绿了，比那荔枝上的绿还绿。穆女神亲自下凡，此为蒋公子一笑，这水平可可死了。江公子，我不是想讨好谁，我只是单纯的想送个礼物。赠与家人，自然舍得。不过，这只是见面礼，真正的谢礼还需要穆小姐再靠近一点。乐意之极。太
太狂了，竟敢在穆小姐面前拿桥，这下死定了！他要把礼物收回去了。这是什么操作？这颗果实并非献给穆小姐的贡品，而是一道考题。他疯了吗？他敢考穆小姐？天哪，他这是在玩火！好，太好了！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安把手。好，考题。我想看看，传说中的穆家大小姐，只有欣赏永恒的眼光，还是亦有品尝瞬间的魄力？我操！这是在求爱还是在求死啊？我分不清了。我他妈人傻了，这是在拿命装逼啊！狂妄庶子，竟敢在言语上轻薄穆小姐！来人，把她给我！慢着，你这道题很有趣，不过想考我，光凭一颗荔枝可不够，而是你的瞬间能给我多少惊喜？天哪，穆小姐竟然主动了！我若是穆小姐，定被他所迷。王炸，这是王炸呀！穆女神竟然反溜了！这 CP 那可死了，跟我说死，冤死我脱了！好机会！这小子当众与穆婉清暧昧不清，周家绝不会放过他。庶子，你竟敢当众调戏穆小姐！你可知穆小姐早已与帝都周家大少周泽有婚约在身？周家，那个权势滔天的帝都周家，周泽，那个出了名的护妻狂魔，听说上几年都看了穆小姐一眼，鸦铁公司就破产了。这下江公子怕是要大祸临头了。我操！惊天大瓜，江公子这是在周少的雷区上蹦迪呀！完了，江公子这已经不是在玩火，这是抱着煤气罐跳进炼丹炉。周泽的手段你们是不知道，这江科怕是活不过今晚。江科，你死到临头了！你以为攀上了穆家就能为所欲为？周少的怒火是你承受不起的。总有苍蝇打断我和美女的深度交流。系统上家伙，坚固的兵器已发放。来人，将这个不知死活的狂徒拿下，交给周家发落。唉，本来想文斗，奈何总有人逼我亮兵器。他又想干什么？难道还能掏出比增成挂绿更珍贵的东西？椰子！如果说荔枝是真品，那这巨大、粗糙、毫无美感的椰子是什么鬼？他这是当众行凶啊！这哪里是行凶，分明是行为艺术。他砸出去的不是椰子，是对这个庸俗世界的宣战。不对，此子行事癫狂，却暗藏章法，这绝对不是简单的动手，这是一种表态。太狠了，这才是真爷们儿！看不惯就直接开干。物理超度最为致命，我宣布，这是今年最硬核的打脸方式。你跟我讲道理，我跟你谈经济；你跟我耍流氓，我直接送你戒烟吧。刚才谁说江公子攀高枝的？现在这高枝都快被他掰弯了。学到了，以后吵架吵不赢，直接掏叶子。唉，你看他非要我把兵器掏出来。你这人倒真是有趣。明总管，江公子，您的主菜和甜点都令我家小姐很满意。这是全国群英会的请柬，届时九州四海的顶尖人物都会到场。群英会，那是决定未来10年商界格局的最高殿堂，能进去的都是一方霸主。有了这张请柬，江家就等于拿到了通往顶尖圈层的门票。至此，将可以不能撼动。他竟然一步登天了！有劳穆小姐。举手之劳。只是这份请柬不是那么好接的，周家大少的脾气可不太好。哦，穆小姐，这是在提醒我，前方是龙潭虎穴。算是吧，这群英会是英雄的盛宴，也是庸才的坟场。江公子可敢一试？有何不敢？我闻愁来两眉间，请柬一封破愁颜。又闻路有拦路，长枪短炮指眉端。再闻前途风波恶，龙潭虎穴飞腾闲。我言天公多作美，汇风合唱艳阳天。
又言英雄多寂寥，恰逢知己乐如仙。再言关山千万重，一为可行何惧闲？好个江客，如此狂傲，当真有趣。穆小姐，我江某人平生就好2件事。哦，哪2件？一是将那看似遥不可及的拉下神坛，2就是将那堕入凡尘的亲手扶上九重天。这是何等狂悖，又是何等气魄！他要扶我上9天。行行，你连凡尘都算不上，顶多算个尘埃。江家不，江客，此子已是潜龙出渊。且看折龙潜渊，灵爪偶翻浊浪，不过池中涟漪。一造凤云技能，霹雳裂开苍穹海，劲同造侧九重天。这腾跃气势向上，分明是把乾坤倒卷。原来乾探困不住锃骨，雷火淬过，放显峥嵘。你这人可真贪心，江公子，我在帝都等你。各位，戏看完了，不累吗？别过来！唉，忙活半天，口干舌燥，补充点水分。原来只是吃了个苹果，吓死我了！等等，那个苹果那是鸡纳呀，顶级品相的鸡纳。光是这1颗，就能未免今日真果之罪啊！原来江家拍卖那颗冰封之泪，不是穷途末路，而是去旧迎新。江公子，你的保鲜技术，我们家族志在必得。群英会上会有来自全球的顶级富豪，他们对水果的渴望超乎你的想象。周家在帝都势力庞大，此次你让他颜面尽失，他必定会疯狂报复。江公子，你万望小心。恭喜宿主完成隐藏任务，威震江北，声望值额外奖励100万，终极种植功能升级，高级种植功能已开启。解锁跨区域种植能力，宿主可在系统空间外选择指定地点种植。正好，正愁下一波声望为着落呢。终于可以活动筋骨了，希望这次的目标可以多撑几秒。姐姐，别玩太久，会引来守卫的。动作周泽动作还真快。反应不错嘛，陪姐姐好好玩玩。你好帅啊！看暗器！住手！你这个混蛋，你知不知道西瓜有多珍贵？你竟然想摔碎它，你有没有人性？赌对了，西瓜杀手果然爱西瓜。姐姐，他太坏了，别被他迷惑。虽然你很帅，但我的任务是杀了你。你还想逃什么？本来不想用这招的。桃子，你竟然用桃子砸我妹妹的脸！暴殄天物，禽兽！这怎么能怪我？是他要杀我，我只是正当防卫。再说了，我这是让他品尝一下顶级鲜果的滋味。你看，他不就沉醉其中，无法自拔了吗？好了，打也打完了，两位美女有没有兴趣谈谈合作？绝不可能，我们是有原则的杀手。不可以！西瓜水蜜桃广告。是下周主公。很好，收服成功。周泽，你的杀手现在是我的保镖了。这是送货的走错地方啦！把卡车开到群英会门口，这是哪个矿老板的恶趣味？乡巴佬，以为拿了张请柬就能混进上流社会？你知不知道，这里随便一根柱子都比你整个江家值钱。他就是江科，真敢来啊！周少可是惊天东道主之一，把卡车开到这种地方，
简直是把茅坑建在了雷球店旁边。他这是在向周少宣战吗？简直是以乱击石。我的人办事不力，没能在酒店里解决你。不过现在，他们会亲手把你这个麻烦清理干净。是周泽手下最顶级的杀手，学习过北京黑帮的怪物二人组。西瓜杀手出马，目标会被削成人棍；蜜桃杀手出手，目标将被锤成肉泥。那要是两个一起上，那就是把人做成水果沙拉呀！江公子死定了！小希、小唐，站半天了，腿酸不酸啊？来，热热好。主公的安危由我们守护，谁敢动主公？先问问我的锤子！西瓜、蜜桃，你们……周少，我们辞职了。江公子给的太多了。江公子竟恐怖如此，连杀手都能策反！天哪，他们二人竟然认江公子为主！杀手一旦认主，一生只忠诚于一人。各位观众，独家盘点江公子5大骚操作：第一，卡车起脸，重新定义红毯走秀；第二，怒砸对手，重新定义物理论；第三，裤裆藏胶，重新定义空间力学；第四，仗义天团，重新定义何为逼格；第五，水果策反，重新定义杀手准则。虚假报道，把他给我赶出去！我与杀手不得不说的故事，周少痛哭流涕，为哪般？周少，时代变了，忠诚是金钱买不来的，得靠鲜果。虚张声势，不过尔尔，此料着实可恶。等进入主会场，我周某人将会用财力、才华、影响力全面碾压。这才是真正的珍品凤化玉露，它代表着家族的底蕴。没错，哪像那个江科，粗鄙不堪，只会靠卡车和香蕉哗众取宠。哼，暴发户罢了，我看着都掉价。唉，金玉其外，败絮其中。把一颗好好的桃子冻成标本，美其名曰底蕴，实则是暴殄天物。这种品味，我也看不上。你算什么东西，敢批判凤化玉露？你可知它的珍贵？这是全世界唯一一颗。全世界唯一一颗？哼！啊，你手上那个是？不可能！凤化玉露的基因序列早已断绝，这是全世界最后一颗。还是新鲜的好吃啊！小唐，你也尝尝，这玩意儿我那多的是，都快吃吐了。谢主公。他怎么敢？如此神物，竟被他当作口粮。江科，你一而再、再而三的挑衅我，看来我盗用那个东西是不行了。这就是传说中的世界之王！哦，天哪！那棵存世唯一的古樱桃树竟然结果了！我记得上次结果还是10年前，只结了1颗。周少竟有如此通天手段，能将此等神物请来。此果之珍，在于其血脉之唯一，为世间孤品，形态之永恒，此乃艺术，岂是那些只能满足口腹之的凡品可比？今日周某将此果赠与群英会，与诸君共赏。周少这才是大手笔、大格局。跟世界之王比起来，那些香蕉、桃子简直就是地里的烂泥。猴子戴帽子，他也成不了人。奉劝某些人最好有自知之明。就这？怎么，没见过真正的珍品，连话都说不出来了？倒也不是。要来了！主公的裤兜里永远有下一个惊喜。黔驴技穷，还能掏出什么上得台面的东西？江公子，我愿用帝都一栋房来交换你手中1颗。这串樱桃的商业价值足以撬动一地的金融版图，
这味道，光是闻一下，我的味蕾都在颤抖。不可能！世界之王10年一果，你怎么会有一整串？小西，接着。别停！嘿，抢地主，抢地主，我抢。疯了！他们疯了！那是在抛着玩吗？住手啊！那是艺术，是历史！你们这两个败家子儿！大师，此言差矣。我这个是活的，能带来欢乐和互动的，才叫艺术。您那个需供奉，需仰望，它不是艺术，是祖宗牌位。快！又一个被秀晕的，担架不够用了。江哥，你等着，压轴环节，我要让你和你的江家彻底万劫不复。他把国宝说成了牌位，这个逻辑我竟然无法反驳。我悟了，我们拜的不是水果，而是这喧嚣世界的一份寂寞。好一个伶牙俐齿的江公子！既然江公子视金钱如粪土，那想必也是位心怀天下的大慈善家。诸位，全运会最终环节慈善拍卖，为濒危植物保护研究贡献一份力量。周某愿率先捐赠10亿。这串葡萄是我周家传世的黑曜宝石，起拍价同样10亿，拍卖所得同样用于捐赠。10亿，起拍就10亿，周少手笔惊人。周家每年耗费巨资保鲜黑曜宝石，再有火山灰滋养，那是当之无愧的无价之宝。太奢侈了！周少竟将此等承载历史的圣物用于慈善，这才是真正的贵族风骨。周少这是在用绝对的财力、德行和格局降维打击啊！不知江公子是否愿意共襄盛举？这是将军啊，跟就是被周少牵着鼻子走，输了气势；不跟就是全网认证的无德奸商，输了名声。他那点家底，怕是连周少的零头都比不上。小西，他要干什么啊？西瓜虽然也值钱，但和罗马虎宝石比起来，那是榆木见之于珍珠。唉，说了半天话，口干舌燥，我还是先给大家表演一个节目，助助兴吧。装神弄鬼，有钱捐钱，没钱就滚！如此甘甜，这是初恋的味道。不是青春，是18岁那年阳光下奔跑。见我，快对着我脸上溅！周少，你捐钱是为未来，我榨汁是尽当下。来，干了这碗青春，忘了那些不愉快。一滴都不能浪费。你以为靠这些小把戏就能赢？来人，把我所有的收藏都搬上来！今天我就用钱，用地狱砸死你！天，他把一栋房砸进去了。这不是商战，是赤裸裸的械斗。这个可以当零食。开饭啦！我不是在做梦吧？不对劲，我有不好的预感。1栋楼，2栋楼，3栋楼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周少，你那叫败家，我这才叫实力。看我漫天刮雨！我的心在滴血啊！疯了，都疯了！造孽啊！我全被砸了！都别愣着，帮忙啊！
砸坏了算我的，今天水果管够。队长，这打坏一个，我们几辈子都赔不起啊！畜生啊！你让我赔得起啊！周少，还玩吗？我这儿管够。江哥，你赢了，你比我更发，更不计成本，但你改变不了事实。这些果子砸一颗就少一颗，你的损失比我惨重得多。没错，江公子这么砸，跟烧钱没区别啊。存货再多，也总有耗尽的一天。周少说的对，这是存量和再生的区别。江家这是在掏空家底。唉，本来是想以一个莽夫的形象跟你们交流，没想到还是得靠脑子。谁说我吃一颗少一颗？怎么，你的裤兜里还能凭空变出果园不成？你们争夺的是果实，而我拥有是春天。那是什么？一棵果树树苗？我在古籍中见过它，那是樱桃树树苗。疯了！如果说那些水果是金山，那这棵树苗就是铸造金山的模具，是无尽的财富。江家竟有果树树苗，周家一败涂地。不可能，果树明明仅存一颗。他们是什么人？他们拿的是真枪。那位是不可能。江先生，请您跟我们走一趟，我们需要您的力量。江先生，你终于来了，他还活着，完美的生命活性。一棵小树苗而已，搞得跟见了亲爹一样。江先生，请看，这一棵活了500年的母体樱桃树。3年前，它开始衰败，我们动用了全球最顶级的技术，也只能延缓它的死亡。昨天，它的生命活性降到了0.01%的临界点。江先生，您的这棵树苗是我们观测到的100年来唯一自主生长活性的奇迹，它是唯一的希望。就这，为了这么一根快要劈了当柴烧的木头，搞得像世界末日一样。江先生，我们不求您能交出树苗，只求您能让它靠近母树，或许它旺盛的生命力能创造奇迹。我试试。